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聊一聊，也介绍一下我自己。因为我来美国已经16年了，当时来美国的时候，也是想来这边赚钱呀，赚点美金了。但是呢，因为是全家移民过来的，所以说呢，就既来之则安之。孩子也在这边读书，逐渐的就在这边一直就待到了16年。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做这个短视频，才发现其实很多的国人对移民海外的华人特别的排斥，也有很多人认为来到美国的人都是有钱人，都是从国内带钱到这边来花的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。移民美国的人都各有各的理由，有的人是来赚钱的，有的人确实是人家在国内赚了钱来到美国消费的。但是呢，人家有本事在国内赚到钱带到美国来消费，那也是人家的自由，人家的权利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了，认识的华人特别多，尤其是近10年来移民到美国的华人，很多都是在国内就是中产阶级。有些人确实会后悔的，所以呢，我也要劝那些中产阶级的家庭，如果你们想移民美国的话，一定要慎重选择，慎重考虑。在国内，无论你是从哪个城市来的，无论你在国内是做什么工作的，或者你在国内的学历有多高，有多丰富的工作经验，这些优越感到了美国一切都归零。不管你在国内是中医还是西医，到了美国想当医生的话，一定要拿到美国的文凭才可以去当医生。当然，如果你的英语水平好的话，到了美国经过各种的考试以后，也确实可以拥有很不错的工作，很不错的职业。还有很多人在国内经济条件好，然后就到美国来先买了房子，但是呢，解决身份的问题也是困难重重的。在美国没有绿卡，就像在国内没有户口一样，又不能开车，又不能出去合法的打工，从内心来讲还是感觉比别人差一点的。很多人投资移民几十万美金，最后没有拿到身份的也大有人在，也有很多人钱都被骗了，但是也是没有拿到绿卡。很多人为了身份的问题奔波了很多年，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。还有很多人为了子女的教育，放弃了国内的优越条件，来到了美国。也有很多陪读妈妈陪着孩子在这里读书，老公在国内工作，长期不在一起，为此离婚的家庭也非常的多。如果论基础教育的话，美国的真的不如国内的。这边的学校早晨8点上课，下午2点基本上就放学了。放学以后，孩子的作业也不多。小学基本是快乐教育，家长们为了孩子能在好的学区读书，往往也都在好的学区买房子。这样的话，孩子就可以在好的学区里去读书，也会给孩子安排补课、特长班等等。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投入的资金和精力并不一定比国内的家长少。例如我的儿子11岁来的美国，在国内学的英文到这肯定是不够用的，所以他刚开始到学校的时候，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差的。然后我们也送他去课后班去补习英语，大概补习了1年，他的英文才逐渐的跟上，就不需要补习了。很多人看我的视频总感觉为什么看不到我的家人，实际上我儿子已经20多岁了，他在外州工作，所以没有回来。很多人在问我，你这样子会不会感觉到很寂寞呀？其实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了，我也很热爱我现在的生活。在美国社会融入难，因语言和工作的局限性，导致了社交层面单一，社会融入性差，万事都要靠自己。比
比如说我在老美的公司打工的时候，工作的时候，当然有很多美国的朋友，我们当时也都玩得挺好的，大家也都经常会来往。但是，一旦离开了那个工作单位以后，也就不怎么互相来往了，因为毕竟文化不同。但是我的个人生活是这样子的，别人是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喜欢边浇花边听一些小说。移民就是一条不归路，出去了就很难回头。移民海外付出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，好不容易拿到了合法的身份，怎么能轻言放弃呢？而且来了这边也10多年了，已经非常习惯于这边的生活了。孩子也在这边生活，所以回去的可能性是没有了。即使将来退休了，我想我也不会回去。移民海外的华人也有很多都把父母接过来了，但是也有很多父母是不愿意到海外生活的。我喜欢养花，对各种植物都特别的有感情。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到自己的后花园来浇水呀，剪一剪枯萎的叶子呀，也是感觉非常享受的。真的特别喜欢这种安静的生活。从去年的3月份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所以在家不知不觉也都待了1年了。这1年呢，也都跟朋友很少聚会，因为毕竟疫情嘛，大家见面也不是很方便。偶尔就是见面，也都是戴着口罩，只有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见面，吃饭。因为我自己也有亲人，也有哥哥在这边，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去给我家去吃饭呀，干什么的。因为现在都比较流行玩抖音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抖音里找到我。我在抖音也会做一些直播。对于近期发生很多这个亚裔歧视的案件，我们华人也要团结起来，一致的抗议。我们不能默不作声。所以很多的朋友也都提醒我要出门注意一点。这也确实都是一些个案，也感谢大家的提醒，也感谢大家的关心。我们知道在哪儿都有坏人，其实那些欺负亚裔的人，他本身也就不是好人，也是坏人，所以他们才会做这种事儿。在美国这么多年，就是锻炼的动手能力比较强，人工贵呀，所以能自己做的事情就尽量自己做。何况现在在家闲着，刷点这个木头，然后我是做这个菜园子用的木头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也是一个享受生活的过程，一切都乐在其中。所以我是一个性格很开朗。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堆的那个塑料袋里装的是我买的土。在这边养花都是要自己去买土的，因为我家的院子里都是铺上水泥了。这个是我到我哥家来吃饭，他们做的海鲜，大家看一下，生蚝挺大的，但是吃起来有点咸。因为是一大清早他们跑到海边的海鲜市场去买的，所以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，比在超市里买要便宜。你们都来，给你们也拍一下。对呀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大不大？很大吧？漂亮吧？关注我，我会继续分享移民美国的生活。谢谢大家。